不要花数年时间开发一个 VR 独立游戏，但你打算只用2周时间让人们了解它。然后这恰巧是目前 VR 独立游戏开发团队都要面对的重大难题。起初在快乐兔时期因为硬件的销量暴增， VR 游戏市场迎来了一批新用户，他们热衷于探索尝试新游戏，以及当时 VR 游戏的上新数量有限，所以那个时候一款名不见经传的 VR 独立游戏在起步阶段更容易被看到。但现在快乐3发售后，增量玩家并不及快乐兔时期，而老玩家们无论是个人喜好还是常玩的游戏阵容都已经固化。如果一款新的 VR 游戏不能在题材方向和视频预告层面达到令人眼前一亮，就很难在上线之初获得一定的关注度。这一点会很直观地体现在当你去找所谓的传统 VR 媒体做宣传时，基本的效果无非就是在发售时象征性的露个脸。因为作为 VR 独立游戏受限于人力和财力成本，很多时候代表你的游戏题材不突出，图形画质表现平庸，所以往往转换率并不如人意。你自认为游戏性再好，首先也得先有一定量的人进去玩，才能把这个口碑传播出去。就像这2天的进击的巨人 VR， 上周实际预告片刚出来的时候，那个画质大家第一感觉就觉得是要翻车了，大倒胃口。好在开发者自己也心中有数，现阶段算早期测试，只定价$5，同时游戏性还不错，靠着一波 KOL 口碑传播算是立住了脚跟。但这依然是建立在进击的巨人本身是一个知名 IP 的基础上才得以扭转风评，否则作为一款原创游戏，VR 玩家肯定不会再给第2次机会。不过凡事都有例外，而这些例外一个个陆续出现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例外，而是可以总结相同点作为参考依据的通路。首先又是星星跑酷出来616的时候，从一个人独自开发到如今这个游戏营收超1亿美元，并且已有1000万人登录过玩这个游戏，月活用户数量达到了300万，日活跃用户达到了100万，也是快乐3年第一个有11万条评星的游戏。这样看数据好像有些人还没感觉星星跑酷在 Steam 上通常当日最高同时在线1600人，说难听点，你说这个游戏的所有数据其实都是由快车来贡献的，都不为过。外网有人统计 Steam VR 的月活跃用户也就是300万出头，如果两者的月活跃统计口径是一致的，那么快车光星星跑酷一个游戏的月活跃用户就可以持平整个 Steam VR。而根据游戏团队所言，他们并没有在营销上花过多少钱，单纯的只是用户自发的分享游戏视频传播开来。到目前为止，星星跑酷在 TikTok 上的浏览量已经高达100亿次。在此之后，有很多 VR 游戏模仿星星跑酷这种半身不遂移动方式的捉迷藏机制，比如今年的羊群迷藏也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个游戏在捉迷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 UGC 的玩法。今年在 Quest App Lab 商店3月份上架，只用了3个多月就积累了月活跃用户36万，商店评星数量现在接近10万条，并在7月直接登陆了 Quest 主商店。但即便如此，对于这款游戏，很多朋友可能到今天才从我的视频这里听到羊群迷藏的存在，而这个游戏也仅仅只是2个人开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很多只想要 VR 大作，画质才是第一要素的主流呼喊声之下，真正有机会成为现象级爆款的反而是这种小游戏。现象级3个字的重点因素是要足够达到病毒式的传播。不过多产出点 TikTok 爆款视频是最好的宣传，这道理谁都懂。问题是怎样才能爆？为什么这些游戏再爆？接下来我们就要试着去找他们的共同点。目的是需要找到这样一个链路，就是这款 VR 游戏能通过短视频传播，准确触达到属于自己的用户群，而这个用户群刚好又是这个 VR 平台最主要的玩家们，要这2点能够连得上，才能达到一个好的转化率。首先，星星跑酷、羊群迷藏除了游戏类型相近，他们能有这么大的一个用户和商店评论量的基础，游戏本身是免费加内购的经营模式。当然，免费并不代表就有人过来玩，快乐上有些游戏免费反而是见光死，我就不多说了。但有一点，免费的方式容易吸引低龄用户群体到震荡，而刚好快车因为低售价就有一大批儿童青少年的用户群，甚至于 Meta 在去年特地把快车的适用年龄从13岁下调到了10岁。同时，你不能用传统线性单机游戏的游戏性标准去看待这2个游戏，因为他们作为主打多人 VR 社交游乐场的游玩方式，注定就是当孩子们入场之后，就是能够感觉到这个娱乐和欢乐的。乐园式的地图还能带着朋友一起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慢慢的就开始壮大起来。当然，一旦所有低龄用户多的游戏，必不可少的会发生小学生太多了，整天吵吵闹闹的副作用，而恰恰这种小孩子有毒的标签反倒成了助推作用。就像大家玩手游怒喷自己队友是1年级小学生的梗，Toxic Kids 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而且 Toxic Kids 这种视频很容易因为整蛊小孩子，节目效果爆炸，所以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很广。
尤其是这样作为不过于强调竞技的游戏来说，输赢并不会过于带来严重的情绪反扑。同时，因为本来低龄用户就占主导，它是个 kids 的现象反而能够自我消解，甚至于有些孩子会故意在游戏时表现出自己特别有毒的一面。再加上 VR 游戏本身就是默认全开麦的情况，慢慢的这个游戏在自带欢乐属性的玩法情况下，只要游戏视频稍微加工剪辑一下，就会变得非常有乐子。那乐子换句话来说就是整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这样的一类互联网游戏博主是全拿游戏过来整活了。就一个简单的场景，自导自演一个1分钟不到的小品，然后播放量超级高。但是对于国内来说，播放量再高，很多时候它的受众单纯只是因为这个博主本身的搞怪抽象而来，跟看综艺一样，只是看个节目效果，不一定会真的去买这个游戏，更何况是额外购买硬件的 VR 游戏。而国外这样的门槛就降低了很多，此刻我们只能从结果反过来推导，现状就是 TikTok 上 VR 独立游戏整活视频的浏览量跟 VR 游戏的销量是能够成正比的，它的播放量确实足以有一定的销量转换。这一点只能说 Meta 在国外打下的玩家群和硬件基础是很重要的，起码能实现 TikTok 推送 VR 游戏视频的用户画像能够精准的覆盖掉 Quest 的拥有者们。接下来我们可以找一下有没有别的例子能够论证一下这个链路是否是通的，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今年 Quest 平台另一个新相机爆款游戏，也是在短视频平台病毒式传播的，那就是我是猫。VR 玩家第一视角扮演一只猫完成一些任务，但是因为可以随时整蛊老奶奶弄些其他的恶作剧，就成了绝佳的整活游戏素材。这游戏5月在 Apple Lab 商店上线，而且是付费纯单机游戏，你找不到任何其他因素能够证明它的独特之处。但现在商店已经有27000条评星，4.9接近满分的评分。前面2款游戏你可以说因为免费有人刷评星数，但付费游戏肯定是要买了才能够评论的。于是乎我查了一下，我是猫开发团队叫 Newfold Games， 这一看不得了，他们居然早就发现了整活游戏是 Quest 平台的致富经。他们6月26日还同时上线了另一个游戏叫我是安保，1个月时间就接近7000条评星，4.8的评分，时间拉长又是可以成为爆款了。并且我还搜索到他们今年2月份代理发行过 HyperVR Games 开发的欢乐牙医，虽然只有4000次评星，但也是4.8的高评分。实际上 HyperVR Games 第一款Quest游戏是去年的剃须老板，这个目前在商店有13000次的评星，得到了4.9的评分。他们在Quest商店还有水果沙龙和宠物美妆，只是数据没有另外几款好，大家可以去搜这几款游戏，其实就相当于流水线产品了。这2个工作室估计已经摸清了开发套路，就是很卡通的游戏画质，开发成本不高，会有一些很夸张的漫画式的效果，而且游戏价格只卖10美元到15美元区间，所以青少年玩家完全负担得起。游戏里通常 VR 玩家就是扮演某种服务性的工作人员，然后去各种恶作剧里面的 NPC 或者宠物。如果你是经常看我前面提到过的整活乐子游戏博主，他们肯定都有做过这几款游戏的视频。通常这些整活博主也是需要很多恶搞游戏来支持自己的更新频率，尤其是他们基本都是自导自演，都是同一款游戏的话，他们的剧本创意也是会枯竭的。所以一旦有新的整活游戏出现，他们都会主动给新游戏做视频。所以如果你作为独立 VR 游戏开发者也没有找到好的赛道，只是想投机一下的话，可以好好深入研究一下 Newfold Games 和 HyperVR Games 的游戏，毕竟他们都已经给你打好样，而且即便他们是在进行自我的流水线产品复制，但不同的游戏依然有不同程度的市场表现。所以为什么大宝的是这款游戏而不是另一款，是值得去细究的，包括这些游戏到底是怎么在咱们眼皮之外偷偷摸摸自成一派的。那最后非要做个总结的话，对于有追求独立开发者，那些已经在进行的游戏项目其实也很有超感性，就是要抓几个确定点，比如肯定是你的 VR 游戏一定要抓欧美市场，关于游戏设定的一些东西要对他们的喜好。其中 Quest 作为最大的 VR 平台，又有很大一部分低龄用户群，适当去场妹这些用户并不是一件坏事，哪怕只是在核心机制之外加点小玩法就行。举个例子啊，VR 篮球游戏 Blacktop Hoops 刚上线的时候，就因为可以运球运到一半，直接抽 AI 对手大嘴巴子，就被传播开来。而传播的方式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搞定 TikTok。虽然今天的例子都在论证整活类视频自带热度，但是你的游戏能不能出节目效果也是需要好好摸索的。所以咱们天天说所谓社区运营，你这社区怎么摇人进来呢？你肯定是先要别人看到你的游戏，所以千万不要游戏都完成了再去想社区建设。当你有阶段性的成果时，就应该试着去见见天地，见见众生。只是你怎么在短视频这一块流量能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反正游戏要想卖得好，TikTok
播放少不了。当然，游戏前期 bug 多，内容也不完善，有些朋友担心太早上线，商店页面会迎来一些不必要的差评。这时候可以先上一个 demo 页面嘛，再慢慢根据社区玩家的建议去改进更新。这样在距离正式发售前的整个开发过程目标性就会很明确，不至于团队里动一个点子西一个想法影响进度。总之一切呢都是事在人为，希望未来咱们国产 VR 独立游戏开发者们能够更多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发光发亮。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要陪着 VR 成熟，楼顶 VR 找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玩家交流社群。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